大家好，我是香港汉瑞最近比较忙，好久没有更新了今天带大家申请一下第一证券，开通第一证券账户，顺便教大家开通这个第一证券的这个 debit 美国账户第一证券相对来说第一证券相对于盈透证券来说，它的申请比较简单，而且操作界面也比较容易这会儿大家就跟着我一起来申请这个第一证券今天它这个第一证券申请的大概内容就是有这个实体卡的一个介绍、优势介绍，还开户准备、还开户流程、开户入金抽金的一个全过程实体卡账户的话因为那个第一证券它有一张实体的 debit 卡，这个卡的话大概就长成这样，是一张银白色的一张卡，这个卡片相对来说也比较漂亮。它的话开通了第一证券的话，它不仅仅有这个证券账户，你这个余额够的话，它会赠送你一张银行卡账户，这个就是一个 debit 卡，它的卡是 VC， 它不仅仅是一个股票账户，它还是一个银行账户，它是一张 Visa 的一张实体卡。这个实体卡银行的一个介绍，它这个银行是 UMB Bank， 它家这个银行的话有100年的一个历史，也是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它的一个存款保障的话有这个存款保险 FDIC 成员，也是那个 SIPC FINRA 的一个成员大家把这个钱放在里面也是绝对安全的。它提供一个投资账户最基本的一个存款保险，高达50万美金的一个存款保险，所以说这个资金放里面是非常安全的这个实体卡介绍的话首先是你像开通这个美国账户的话，你像那个美国汇丰或者是其他的同类美国账户，它有很多的限制，比如说身份限制，你得用美国的这个驾照或者是美国的绿卡，还要租用美国的一个地址。这张卡的话是没有身份限制的，你是全球任何地区，你像咱中国香港，还有中国内地，还有咱台湾，都是可以申请这张卡的，这个是没有限制的，没有身份限制，也不需要有美国的地址、美国的签证、美国的驾照，都是可以申请这张卡的。而且可以远程开户，不一定非得在美国你像非美国人士，你在全球的其他地方非美国地区任何一个地区，基本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可以申请拥有的，完全是100%线上申请，而且是全球邮寄也是免年费的，而且没有这个账户管理费，而且它有这个它可以全球免费提款但是它仅限于每月的第一笔这个提款都是可以免费的。如果发现这个提款呢被提款银行收费的话，可以联系的它第一证券，它会把这个手续费退还给你目前来讲是这个最低门槛的一个美国账户。大家像之前比较热衷于这个嘉信理财的那张 debit 卡，但是从去年7月份之后，那个嘉信理财已经把那个 debit 卡已经取消了。你像台湾香港还有中国内地这3个地区的已经完全不能申请这张卡了很多人就是因为申请不了这个卡之后，嘉信理财就没有那么受人欢迎了不过这个第一证券的这个实体卡是做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补充，有这张卡的话，功能也与那个嘉信理财的那张 debit 卡类似，但目前来讲的话，咱们那个港澳台地区还在内地地区是可以申请的，像东南亚其他地区就是非美国地区基本上都是可以申请的。到时候会收到这个 Visa 的一个实体卡，这实体卡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费用，它这个是一个现金管理账户，它这个钱的话就是你把这个资金入金到第一证券，你可以用来炒股，你如果不炒股的话，它这个余额在你的那个第一证券账户里面，它跟这个 Visa 实体卡是连通的，你可以直接用这个卡提款的话，它扣款的时候是从你第一证券的一个证券账户里面扣的。但是它的这个资金的一个入金要求，它这个现金管理账户的话，它最低存款要求是25000如果你不到25000的话是没有不能申请这个实体卡的
必须达到最低资金门槛25000才有这张实体卡。就是如果就是单纯的想炒股的话，达不到25000这个门槛，这个也是可以的。账户最低存款要求，这是它年费是没有年费的，初始的这个邮寄费用这张卡是通过 UPS 的一个快递它发过来，它大概发送以后1个星期之内就会收到，它是免费发送。它这个的话还有这个支票的一个停止存款，还有在订购这个支票的一个大概费用。它的这个 debit 卡，它可以通过薪资直接转账到这张卡上，就比如说别人给你汇款的话，可以汇到这张卡上。美国境外使用，它这个手续费是3%，但是它规定的话，每个月第一笔这个是免收手续费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每个月使用的不算太频繁，每个月第一笔的话是免费。每日限购额度，美国境外跟美国国内的话，这个取款额度，美国境内是$1000，国际也是$1000，可以预借现金，境内是$2500，国际的话是$1000。补办这个卡的一个费用海外的话是$100，这个是有点贵。AAC 是转账如果被退回的话，它也会收到你一个$35的一个费用。这个实体卡就是介绍完了。这个实体卡因为它是券商的一张实体卡，那下来的话咱们就需要注册一下第一证券的这个券商开户，然后券商开户完毕之后，要入金资金大于$25,000，然后再开通这个现金管理账户，才会有这个实体卡。如果单纯是想炒股的话，资金不到$25,000的话，这个是没法申请这个实体卡的。但是炒股也是可以的。它比较好的就是没有这个交易费用，还有这个平台费。用第一证券炒股是零费用。第一证券成立于1985年，它这个零佣金，而且你像这个股票 ETF 还有共同基金的话，每笔交易费都是0，也没有这个平台费你像这个期权也是零费用。到现在来说，在很多人比较青睐它这个零费用，它这交易费用的一个细则，看看都是付费，你股票 ETF 这些都是免费的所以说它的一个收费相对来说，在美国这么多券商里面，它还是比较优惠、比较实惠的。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低的一个存在。它跟那个盈投证券来比的，盈投证券它也是没有平台费的，但是它有一个0.35的一个手续费每笔交易第一证券跟盈投证券的一个差别在于，盈投证券的一个它的价格比较怎么说呢？就是它交易的时候，它的这个处理速度比较快。就比如说，它股票一直在涨跌，它能一个快速的价格锁定这个价格，然后买入卖出。但是第一证券的话，它虽然说是免平台费、免交易费用的，但是它这个价格的这个买卖的这个时间，它这个速度不如这个盈投证券，就是经常就是那个高频买卖以炒股，就是那个以投机形式的炒短线的话，比较喜欢这个盈投证券。如果就是长线投资的话，可能比较热衷于这个第一证券。这个是两个券商的一个优势对比。开户准备的话，可以用你的护照、手机号，那需要准备的证件有这个护照，还有你的手机号码、你的邮箱。这个邮箱我一直推荐大家最好用 Gmail， 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用163什么 QQ 的也是可以的。还有就是一个价值投资的心态，投资嘛，就是肯定有风险，大家一定要放一个平常心。开始不会的话，可以慢慢小笔的一个尝试，等心态稳定了，然后这个投资的这个水平提高了的话，慢慢逐步往前走。这个开户流程的话，就首先是点击这个立即开户，然后填写这个手机号，还有这个验证码，有效的一个护照号，还有你的一个或者是用你的身份证验也是可以的。还有这个个人资料、投资的一个风险偏好、设定这个账户的密码、签名。这个开户流程，大家首先登录这个第一证券的这个网站。我再强调一下，因为第一证券它也分香港的第一证券还有美国的第一证券，它是两个体系的。像之前我教大家开通这个盈投证券，很多人没有用我的那个链接
去申请，它可能这个网址就是两个网址的基本上没有，前面都是一样的，后面无非就是多了一个 US 跟那个HK， 就是它俩的网站几乎是一样的，无非就是第一证券香港这个区域的第一证券，还有就是盈投证券香港的盈投证券，就这样，就是点击不一样，它这个服务的这个监管主体不一样，所以说大家进这个第一证券的话也看好，就是不要进到这个香港第一证券。如果就是大家有人想申请这个香港第一证券的话也无所谓，如果想申请美国第一证券的话，一定把这个看清楚，进入到这个美国的第一证券进入到这个界面之后，点击这个立即开户，在这个右上角有个黄色的，点击立即开户，然后这个申请国际账户需要几分钟。这个的话，大家如果有海外电话，比如说是美国电话或者是这个香港电话的话最好，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可以选择咱内地的电话嘛，也是可以的。86把这个切换区号跟这个国家的这个代号码一选择，然后获取验证码，继续，然后公民身份它这个支持美国以外的，基本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可以支持的。你像咱香港、台湾，还有这个内地都是可以的，还有东南亚很多海外的其他地区的话都是可以的。然后选择你的出生国这个出生国跟你这个选择的这个地区没关系，你住在哪里就申请哪里。就比如说我住在香港就选香港，你住在内地就是内地，台湾就是台湾。这个大家一定不要把这个点错了。然后点击下一步身份验证，上传你的护照页一定要保持这个光线的一个不要太暗，而且这个因为护照上面有这个反光，尽量避免这个反光，不要折叠。然后如果扫描不清楚的话，最好多扫描几次，完善你的个人信息。然后这个证件的话正常顺序的话，姓在前面大写字母，然后名把这个写上面，然后这个护照号码把这护照号码写上去性别，然后出生签发国家签发日期，这个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写。然后居住地址你写到这个小区门牌号，然后这个城市这个地址的话就是如实填写，你地址是什么呀就是什么呀最好如实填写，就有可能会让你上传这个地址证明。就是地址证明的话，就是我之前教过大家，就是你像这个花旗银行还有招商银行还有这些香港的银行，它都会给你出这个地址证明。如果还没有这个的话，英文的地址证明的话，大家可以看我频道里边有个新加坡华侨银行的这个账户申请，然后改个地址就拥有，或者是直接填写英文拼音地址就会获取一份地址证明。然后选择那个城市，点击下一步这个税务识别号码。你像咱那个香港、台湾还有这个内地的话，基本上这个税务识别号码都是你的身份证，把这个身份证号填上去，然后选择你所居住的国家，然后居住地址这个第一行第二行这个城市邮政编码香港的邮政编码的话香港的话邮寄信件是不需要这个邮政编码的。如果要选香港的话，它是4个0，然后电子邮件我推荐就是 Gmail， 就是大家如果没有的话，根据个人情况填写相应的一个电邮号码婚姻状况还是就业情况，要么写受雇，要么写这个学生，或者是根据自己情况来填写嘛。可信用的联络人可以填写一下，如果没有的话无所谓，保存下一步。这个年收入就根据你的情况来吧，你可以适当美化一下，但是不要太夸张了。你差个2-3倍我觉得还可以，你一下差个100倍，你填个1亿，这有点夸张了。然后这个流动资产还有这个总值资产根据个人情况来我刚才忘了说了，就是你进入这个页面的话，它有可能如果不是中文版的话，你可以切换一下语言，切换成这个中文版，简体中文或者繁体中文都是可以的。然后投资经验根据情况来，然后其他这个交易权限，投资的这个标的你像这个开通其他交易权限的话，融资权限，就比如说是你只有1万块，你今天行情比较好，我需要再买2万块钱的话，就是把这个融资功能开通之后就可以融资，就类似于借券商的钱去买卖股票
但是有一定的利息。但是相对来说，这个利息你回头申请完账户之后，可以查询这个融资利率、融资功能这个勾选，然后这个期权功能的话，按要求来勾选。这个期权后期的话，如果想深入可以学习一下。然后这个证券接收的一个收益计划，就是把你的股票借给别人，让别人就空估，或者是然后获取相应的利息。这个利息不算太高，但是把这个勾选一下，还可以赚取相应的一个利息，也可以保存下一步。然后设置这个登录用户名，这个用户名跟这个登录密码一定要记录一下，这个用纸记下，以免这个申请完毕之后，忘记了没法登录。就用户名设置密码，二次登录密码一个确认，还有设置4位的一个 PIN 码。这个 PIN 码怎么说呢？就可以说是它类似于一个2级密码。你先输入这个用户名还有登录密码之后，它会让你再输入一个 PIN 2级安全密码。登录之后会让你要求输入这个4位数字，大家一定要记清楚，然后点击保存下一步。然后账户的一个协议签署和这个护照保持一致，然后点击，然后在鼠标上，然后用滑鼠相对来说勾写一下，其实就可以点击确定。然后到最后一步，它这面提示恭喜您的网上开户申请已经提交成功。这上面到时候会显示一个8位数的一个开户，这到时候会给你一个8位数的一个账户号码。这个账户号类似于这个零头的，它的这个券商呢基本上都有一个8位数的一个号码，把这个记下来。因为每次要打客服问的话，他问你的客户号码为多少，提供的就是这个8位数的一个账户号码，然后把这个账户号码记下来。如果这个资料没问题的话，就是审核通过会很快的，要么就是1天，要么就是3天，3个工作日就会给你发邮件确认你这个开通成功了，确认。基本上收到这个确认邮件就可以入金了，这个汇款信息。所以说申请第一证券还是比较快的，而且它这个界面的话也有这个完全的一个中文界面，这个语言可以切换的，像这个中文、英文的话都是可以切换语言的。